年晋国完全完蛋，这中间是600多年时间。在这600多年的时间当中，西周时期的晋国是一个还是小国，就在现在的山西晋南，作为一个过着岁月静好过日子的小国家，他担负着平藩周王室的这种重任，同时中规中矩的生活，非常守礼。文献上记载，这个晋侯谢父做宫，做宫而美，康王使人让之。就说是他因为这个宫殿做得有点豪华了，那么周康王曾经派人专门批评他，进行通报批评。所以呢，可见这个在西周时期的这个晋国是一个中规中矩，而且由于始封者是叔玉是周王的儿子，所以他应该是带头守礼，在整个西周时期是带头守礼。所以我们后来下面看到的晋侯墓地的这些情况，这个礼制情况也是能看出来。那么晋国的第一个始封者，总共这个是唐叔虞。有关唐叔虞呢，无论是《左传》还是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都记载了这个非常传奇的唐叔虞一开始传奇的故事。这个《左传》上记载说是武王一将方阵大叔，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在这个最右边那个看，这个阵就是怀孕的意思。就是正怀这个孩子的时候，梦见天神对他说：“我给你个儿子，这个儿子将来叫玉。然后呢，这个儿子将来叫玉，这个以后你给他块地方啊。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手上正好有蚊子，就像这个就是个玉字，手上的掌纹像玉字，所以后来就以玉来命名，因为它上面它还有哥哥嘛，所以它就是叔。古代这种伯中叔季，所以它就是叫叔玉。那么以这个来命名这个《史记》其实是抄其实是抄《左传》的，而且它抄的过程中还有点这个自己在添油加醋的再添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儿呢，都从《左传》到《史记》都记载了唐叔虞这种一开始从生到最后封这么一个传奇的历史。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儿有没有真的？你比如这个周武王跟他夫人在睡觉，而且做这个梦都能记得这么详细，这事儿到底是有没有真假？但是呢，唐叔虞是实实在在的被封到了晋南。从现在他当时周人的这个老窝在关中，从关中到晋南，所以在唐叔虞后来带着他的干部队伍从关中到晋南，作为这个晋国的首领。那这个叔虞唐叔虞封唐这个事儿呢，在《左传》实际上记载，这是家喻户晓。这个大家都知道，同样封地，属于封唐。那么现在大家如果去过太原的话，在太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叫晋祠。这个晋祠里面专门大家有没有看过？里面专门还有一个唐叔虞祠，就在晋祠里面。当然今天这个晋祠看着整体这个建筑布局比较凌乱，而且呢，它的主殿是祭圣母的。这个原本是这儿有唐叔虞祠，后来主角逐渐变成祭这个唐叔虞他母亲，后来又变成祭圣母。总之这个角色变化多次啊，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名字能确定是晋祠，以前的名字也变化多少次。那如果说唐叔虞以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看不见摸不着，后来在许村天马遗址的考古发掘，给了我们机会能真真切切的了解这个唐叔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许村天马遗址，我们下面要讲的北昭晋侯墓地一位晋侯的墓里面，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就是这个底下这个叔虞方鼎。这个方鼎不大，这个鼎并不大，但是在这个鼎上有铭文。这个铭文呢，就是我们这上面这个记的，为时又4月，王痛什么大奔什么在成州。然后呢，这个绝叔虞，大家看着红圈里面圈的2个字，叔虞。
那个底下那个鱼字像一个人站那歪着个脑袋，这个手举起来歪着脑袋那个样子，那个字呢就是鱼。这个鱼就是我们底下写这个书于鼎铭文。这个内容记得是这个在某一年的14月，周天子在成州举行大的礼制活动，唐叔虞参加了。参加完之后呢，周天子来赏赐参加这些礼制活动一些诸侯，唐叔虞也在此。然后呢，唐叔虞被赏了这个多少这个贝彭贝，大家看那个这个地方是那个诶有了啊，这地方是这个贝30棚啊，有车马贝30棚，30棚呢是指这个一棚是10个，那就是300个贝。周天子赏赐给他车马，还有还有这个贝，那可见当时周天子这个还可以。这个周天子那么这个叔虞在得到这个赏赐之后特别开心，回去呢就做了这么一件青铜器，敢对阳天子者鲁修。这个周天这西周时期的这个常见的话，意思就是万年子孙永保用。这儿需要讲的就是前面一个16、4月是指这一年的14月。大家可能会奇怪，我们哪来14月？现在不都12个月？古人治闰不准，有闰月。你比如去年就是我们其实去年的阴历是13个月，现在我们这个治闰最多13个月。古人治闰有时候多，有时14个月、15个月。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去这个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让大家能记得更新。如果以后发工资按这种阴历发，可能会更好些，大家就能记得更准啊。我想这个鼓掌人都是愿意这样子啊。那这个叔虞封到晋南之后，叔虞他作为武王的儿子封到晋南之后呢，他当时封的国家叫唐，所以他叫唐叔虞。在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谢父继位。他的儿子谢父继位之后，他的儿子把国家的名字由这个唐改为晋。所以呢，晋国我们所说晋国一开始是唐国，唐国不过时间很短，然后接下来才是晋国。我们现在一天说唐风晋韵，其实是指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最初的唐和后来的晋。那个晋呢，我们现在山西简称晋啊，山西的车牌子都是晋，这个每个车前面一个晋字，后面一个晋字，大家每天拉着这个晋跑。那晋就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儿子这个叫谢父改汤为晋。原来改汤为晋也是听着的书名上，但是呢，这个后来一件青铜器把这个事儿是落实了。就原来大家只知道改汤为晋，那么当时有没有迁都，是仅仅改了国名还是怎么着？后来通过大量考古发掘，把这个事儿给落实。在本世纪初，在香港市场有这么一件东西，就是这件东西就是这边这个姚公簋。这个姚公簋上有这个姚公坐七姚簋，勾于王令，唐伯侯于晋，道明了改唐为晋的史实。在某个王的28年这一天，道明了这个史实。这个事儿原来是书本上的啊，现在地下出土的材料，尽管这件东西在香港市场出现，但是它应该是出自于山西，被盗卖出去的。那这个事儿应该是敲定了。无独有偶，我们在曲村天马遗址在晋侯谢父的墓里面所发掘出的青铜器，这件青铜鸟尊，大家如果去过山西博物院，就会知道这是现代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它所以能成为镇馆之宝，是在这个鸟尊的盖儿及鸟尊的符里面有铭文。这个铭文就是这个：晋侯做象大师宝尊仪。那这个
晋侯，那边是唐伯，这边这是唐伯后于晋，就这个唐伯。那么这边是晋侯，这明显的不一样，也就是说是道明了，在唐叔虞始封的时候，晋国的爵位应该是伯。到了他的儿子谢父改唐为晋之后，周王室给他们升了一格，由伯到侯。这个侯在周代就是具有这种平藩王室，在边疆地区平藩王室这种功能，他有自己的军队啊，所以这个称为晋侯。那么这件鸟墩现在是山西博院的镇馆之宝。而事实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书玉方鼎，它里面提到了唐书玉，我觉得用它来作为这个代表更合适。但是呢，这件东西呢，在当时发掘以后，我们套箱，因为在曲尊天马遗址发掘是北京大学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家合作这块发掘。当时这个发掘那个墓啊，冬天了，不太好挖，然后呢给它套箱回北大清理，在北大清理完了之后，这件书玉方鼎就流到北京大学了，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所以呢，这个现在在北大山西也没办法。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最能代表山西的，可能是这件青铜器。当然的后话了。那么西周时期的晋国，他呢在晋南老老实实待着，而且跟着周天子，有时候参与周天子指挥的一些战争。那么你像这套编钟，就是晋侯墓地里面出的，被倒卖到香港，后来在上海被上海博物馆马承元先生买回来，现在在上博的东馆展着呢。这叫晋侯苏钟，记载着晋侯苏跟着某位周天子进行在东方，现在山东和河北交界这一带呢一次作战的经历。那么这底下虽然写的是周厉王，学界有不同的争论，有认为是周宣王，有认为周厉王，我自己也觉得应该是周宣王的，而不应该是周厉王的。但是就是不管怎么样，是某个王的33年。那这个上面的字呢，有355个字，记载了非常详细。周天子某年的正月初几，然后从当时的成州出发，那个的宗州就是陕西长安这一带，从这儿出发，走了1个月，走到洛阳，走到成州，就是现在的洛阳，然后短暂休息之后又往东走。然后呢，晋侯跟着他，然后作战过程中，晋侯作战非常勇猛，斩首多少，俘获多少。周天子对他进行赏赐的时候，晋侯站在什么位置，周天子站在什么位置，周天子赏他什么东西，赏完之后又朝哪个方向进攻然后又斩首多少，俘获多少，记载非常详细。就这么一件大事情，司马迁的史记上都没有。因为司马迁当时没有看到这个材料，所以在记述晋国的事儿的时候，晋国历史的时候，就短才那几百个字。所幸的是，我们通过考古发掘，通过一些东西，然后呢，通过考古发掘把一些东西出来，上面明文有记载这个事儿。这16件编钟，最小2件是考古发掘出来的，14件是倒卖到香港。大家如果有了解这个，以后可以更详细的了解这个。那么说了半天，我们给大家看看晋国到底在什么位置。这是山西地图，底下这个我所框的这个底下这个红块，我所框底下的红块就是西周时期晋国的始封地，也是西周时期他晋国作为一个小国家，过着小日子，在晋南过小日子的地方。没有多大，也就是今天2-3个县，或者再稍微大的3-4个县那么大。晋国到最后扩张全盛的时候，在春秋时期，它全盛的时候，拥有今天2-3个省的这么大。在这个最初2-3个县，到最后2-3个省，这个2-3个省这么大时候，最北面到了大同。最东面到了现在河北和山东交界这一带，南边是过了郑州，在河南新郑这一带，
西边是过了黄河，也就是包括现在的山西全部、华北平原的大部分，还有这个中原的一大部分，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这么一大片，所以可见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扩张是多厉害。那么春秋西周时期晋国还这么一小点儿，那么这一点我们给出一个这边这个图，这就是一个晋国的核心区域。当然，近600多年的晋国，无论它怎么扩张，它的政治核心始终在这个范围没有离开。都城迁过好几次，晋国都城三都4000迁过好几次，但是呢，这个始终是在这么一个范围。我们今天给大家要讲的内容，主要就是曲村天马遗址的北赵晋后墓地和羊舌的晋后墓地，是在这里面。那这个曲村天马遗址，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曲村天马遗址。这个遗址呢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现，经过北京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两家在这儿合作了半个多世纪，2、3代考古学人把整个这个遗址它的内涵、时代范围都差不多搞清楚了。它是晋国在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也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晋侯谢父，就是鸟尊那个主人。晋侯谢父，他把国家由名字由唐改成晋，而且把都城也迁到这个地方来。那这个要发现这块地方，这个北大在上个世纪这个做了很多工作。你比如，尤其是这个，在这个整个这是曲村，在曲村的这个西门，在曲村的西门这一块有2个牌坊。这个就有一个牌坊，牌坊的正反两面，正面写着晋都故地，背面写着3晋之源。这个晋都故地这名字不是浪得虚名，不是随便来的，是晋国曾经在这儿做都城，是有大量的考古资料来做支撑的。而3晋之源，我们都知道，后来晋国被韩赵魏3家分掉了，那么这里妥妥当然就是3晋之源。那么北京大学上个世纪在这儿是从这个遗址从一开始发现，到后来发掘整个邦墓区、公墓区，发掘大量的遗址，最后确认它为晋国在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这个是北京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有2位老先生，一位是邹恒先生，一位是李伯谦先生。邹先生都已经去世了。这个把这个司马迁太史公在《史记》里面说了晋国的始封地在河汾之东方100里，这么几句话阐释，用几代人的考古人的汗水，几十年时间来把这句话阐释，然后呢内涵给它丰富。这是在上个世纪北京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他们做到的。这个在这2位老先生的率领下。那在这个大的遗址，我们今天大家如果去看到济南这块看，这个大的遗址是分这么几部分。这是曲村遗址。他老跑找不着，这是曲村，这个呢是天马村。这样吧，那个是天马，这个是曲村，上面那个是北赵。底下这个村子是3张，在整个这个4个大的自然村之间，东西有3800米，南北有2800米，总的面积有11平方公里。在这个里面包含了这个西周时期它的邦墓区，邦墓区主要在曲村北面这一块。它这个鼠标一会儿就没了，鼠标一会儿就没了。有没有那个东西？那个不清楚是吧？不清楚没关系，好吧。在这个曲村北面这一片呢，这是它的邦墓区。然后呢，在这一部分，就现在这个图上有这个曲村北面这一片，这是邦墓区。然后中间那个是晋侯墓地，是公墓区。关于邦墓区、公墓区，我们下面会讲。然后呢，在整个这些还有大量的遗址，还有城址，这个证明整个这个遗址年代是从西周的早期，一直到了春秋早期。
晋国以此作为都城300多年，有大量的灰坑、教穴、房址、井等等大量的这个遗迹。这个邹恒先生，我们北京大学为此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啊，《曲村天马遗址考古报告》。那在这个核心区域是刚才看到那个晋侯墓地，这个晋侯墓地就是右手脚上面这个是晋国世袭表。这个晋侯墓地9位晋侯，就是中间这位，就是这个红框里面所框定的这9位晋侯。从晋侯谢父到武侯、成侯、厉侯、荆侯、西侯、献侯、穆侯，到最后一位晋文侯。这是整个在晋侯墓地所看到的这个9位晋侯的这个墓葬。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话，整个晋侯墓地的平面图大致是这个样子。这个平面图呢，总共是9位晋侯的9位晋侯跟他夫人的墓葬。这个看起来可能有点乱，如果我们给它用颜色标出来之后，就会看到整个晋侯墓地这个图。这个图呢是我们第一次，这次我们做讲座专门请人把这个用颜色给标出来，而且呢我们通过精准的把考古资料把原来晋侯墓地原来那个图啊校得更精准了。在整个这个图上，我们大致能看出来，这个我们先说，在整个这个墓地的北面，也就是上面以及南面是有壕沟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掘是有壕沟的。这个壕沟表明呢，是整个能够把晋侯墓地这个周围它是一个封闭的，就像在整个大家去看殷墟商王墓地，那个商王墓地呢，那都是有壕沟的啊，都是明确的一个封闭式的界限的。然后呢，在这个墓地里面，我们看看黄色的这种就是发黄的黄颜色的，是晋侯跟他夫人的墓葬；而这种绿颜色的是每祖晋侯跟他夫人的墓葬所必配的一个车马坑。而且呢，这个车马坑一定是在这个主墓的东边。这都是规制，这是西周时期周人这种规制。然后呢，在这个其他还会散落一些橙色的墓，你比如126、125、127等等这橙色墓。这橙色的墓呢，这是陪葬墓，这是整个晋侯的陪葬墓。谁有资格陪葬呢？那一定是非常当时重要的人物啊，那个王室的重要成员，就是宫室的重要成员才有资格陪葬。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些小框，这些呢，这个应该是祭祀坑，就是过去这种墓葬，它一定是要有这种进行这个重大祭祀、不断的祭祀的，是祭祀坑。所以我们看看整个一个墓地，有主墓，有车马坑，有陪葬墓，有祭祀坑。这还是90年代发掘，如果我们搁给今天发掘，资金更充裕的情况下，会有更多更详细的信息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考古人那时候没钱呐，那挖都是一块一块挖，这块挖完了回填了再挖那块。要搁给今天，一定是把整个一大片全部给它揭露。今天这儿建有博物馆，大家有机会去看看这个博物馆。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在整个别看这个9组19座，橙色的是9组19的，还有还黄色的9组19的，还有一组就是在中间核心区域138、112，橙色的，它和别的颜色不一样，但是呢，它还有个车马坑。它没有带墓道，但是它的整个样子，它只是一个小方块，就是只有墓室而没有这种墓道，但是呢，它配有车马坑。可以想象，这组墓主人也应该他的地位级别不低，但是呢，他却没有达到晋侯论级别，所以我们因此推测138、112这一组，就112这个有可能是没有继位就死掉的太子的墓，有可能是这样的。
那这个在这里面，在整个这个墓葬里面，我们看看这个黄色的，但黄色的这个墓不一样，有的就像这种呢，我们管它叫甲字形，就甲乙丙丁的甲，像甲字形。那么像这个我们管它叫中字形。中字形，这个无论是中字形、甲字形，还有一种就是个方块，是当时的一种墓葬形制，是不同级别所拥有的这个不同的墓葬形制。那这个具体这个下面墓葬形制的区别，我们下面还有讲到。但是呢，我还有就整个这个墓地啊，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葬，以及还有一些10多座陪葬墓，很可惜，这个想告诉大家，这个很多是被盗了。晋侯墓地有将近一半，就是有9组19座，有8座半是被盗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当时呢，整个盗墓的情况非常厉害。哎呀，那个晋侯墓地也没有避免。当然，晋侯墓地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掘的，而且陪葬墓大部分都被盗掉了。整个陪葬墓是大部分都被盗掉了。这个被盗掉的青铜器、玉器，大量的流落到海外。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上海博物馆所买的这个从海外买香港市场买回那个晋侯书钟，也是在这个92年8月31号被盗掉，然后这个盗卖到香港，后来马成元先生又从那儿买回来的。那这是晋侯墓地的情况，还有就是这个刚才是北赵晋侯墓地的情况，还有就是杨氏晋侯墓地的情况。杨氏晋侯墓地的情况呢，我们用2张图，因为杨氏墓地是发现的这个比较晚，2003年的发现，而且其后是发掘的。它呢，这两者杨氏晋侯墓地与北赵晋侯墓地中间隔一条河，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河北，这个而且直线距离是4500米，也就是4.5公里。杨氏晋侯墓地呢，大致是我们现在给的这个范围。这是这个晋国博物馆这块呢，这是晋侯墓地，然后呢这块这是杨氏墓地就在这块。那么把这块如果放大一块，这个杨氏整个晋侯墓地的范围，这个杨氏晋侯墓地范围，这个东西有个200多米，南北将近400米，是一个很大片墓地。这个晋侯跟他夫人的墓葬就在整个这个杨氏墓地范围的北面。在北赵晋侯墓地，大家注意到只有单独的晋侯这个晋侯夫人以及跟合葬墓，而在杨氏晋侯墓地不一样，它在整个一个墓地，它还起很多墓在一起，在杨氏墓地的北面。这是整个杨氏晋侯墓地北面的2组或者3组墓葬，在框里面这一组，这是1号墓、2号墓。大家看看，它的墓葬形制也是这种中字形的，同时它的车马坑也是在它的东边，而在它的西面这边，这个没编号，这是又一组，这个没发掘，至今还没发掘。并且呢，在1号墓杨氏晋侯墓地1号墓、2号墓的墓道上有很多这种祭祀坑，几百个祭祀坑，我发觉是有几百个祭祀坑。然后底下这个呢，这些呢是陪葬墓，可以如果放大的话，这些祭祀坑是密密麻麻的，几百座，里面有人，这个也有。那么呢，我们来回头看看整个这个，刚才看了北赵晋侯墓地以及杨氏晋侯墓地的，我们看看整个墓地这种情况和文献中来做个对比。在文献中呢，专门在这个有这个记载。在《周礼·大宗伯》里面专门记的西周代的墓地的管理情况，这有两段话，一个是冢人，一个是墓大夫。这个冢人呢，掌公墓之地，遍其诏谕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具中，以昭墓为左右，
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各依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如赵禹；凡有功者，居前。底下呢是幕大夫，是掌凡邦目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司地域等等。这段文献的记载，其实核心的就是讲，在那个时候，这个以国君有国君的公牧区，国君之下的其他呢有自己的有墓地，是有叫邦牧区，分两个，一个叫公牧，一个叫邦牧。那这个公牧邦牧的区别，当然你看等级是很明显的，而且各个的区域。刚才我们前面看的晋侯，这个北赵晋侯墓地，一看就是它是公牧区。而曲村北面那块是邦牧区，到杨氏墓地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公牧邦牧在一个墓地的，只不过是国君的在墓地的北端和其他的稍割开了，啊，而且呢，这个都有一定的墓位，有专人管理，专门有官儿，一个叫种人，种人是管理公墓的，墓大夫是管理邦牧的。这个管理人主要是职责干什么？就是划定墓位，确定你的墓的方向，你这个不能超规格，你在社会上生前是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死后在墓地的位置以及墓葬的规模规制是要符合规制的，而且地面有标识，不树不封。这时候墓不树不封，所以呢，当一旦发生国家动乱、战乱的时候，一旦这个管理墓地的人跑了或者死了之后，这块墓地是什么情况没人知道了。所以曲村天马遗址的无论是邦牧区还是公牧区，在3000年没人知道。从西周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没人知道这地方曾经是大片的墓地，是因为考古人调查发现了，所以呢，这墓都没到过。以前如果说以前有被扰动过，是老百姓种地无意之间有可能把哪个墓破坏了，但那不是主动的，是无意中给扰动了，因为它那个有高高低低，有沟嘛，有沟有渠，那老百姓种地的时候有可能突然从断崖上建了一个青铜器，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呢，这个老百姓即使建了青铜器，第六拿回家都不进正屋，都放在院子里面的厕所的墙上，因为大家觉得忌讳，可能是不愿意把它带到正屋，因为可能觉得可能是从墓里出来的。直到80年代，这个风起云涌的盗墓，才是这么一片墓地被盗的满目苍痍，一个上万座墓葬呢。这个整个周人在曲村这个300多年，就是晋国人在曲村这个天马遗址300多年做都城，那你想想有多少墓葬呢？高等级的，这个等级不同的有多少墓葬，盗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整个以晋侯墓地为核心，它是西周早期，看看比它早的，以及和它同时期的、和它同性质的这些诸侯国这墓地，看看是什么情况。这呢是商王朝，就是殷墟西北港发现的商王陵的墓区。这个图呢是以前的图，这几年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他们在殷墟考古队，他们在这块做工作做得更详细。这个图已经丰富了许多。我们看到这个有明确的这个墓葬边界，就是有明确的范围，而且呢，这里面的墓葬规模，这个墓葬的形制，甲字形的、十字形的、中字形的都有，不同形制没有。这个十字形是有4条墓道，甲字形是有1条墓道，中字形是有2条墓道。这个不同的墓道是代表不同的社会等级。商王一定是十字形的4条墓道，这种风格、这种作风一直继承到西周时期。
那么在商代晚期，在周边地区，像在山西福山桥北，还有在山西这个闻溪九屋头发现的这个墓地呢，这个都是甲字形的。这个所不同，这个桥北，这个福山桥北这个墓，它也是甲字形的，只不过是它的墓室的宽或者叫一字形的，就墓室宽和这个墓道宽度是一样的，所以老远看这个平面看就像一个一。而在这个九屋头这个呢，则是甲字形的，并且它墓道是开在墓室的长边，不是短边，不像晋后墓地短边，开在长边。这种在商代晚期是方国，就是中央王朝边疆地区的方国部族首领所具有的规格，那么我们可以再往下看，到了西周时期呢，西周人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商人这种用不同的规格表达不同的墓葬形制，表达不同的人的社会地位。你比如在陕西岐山周公庙所见到的墓，这边的大家看看也有十字形，十字形的是4条墓道，有十字形的，也有甲字形的。而到了西安长安张家坡景寿墓地，我们看看右面这个密密麻麻一大堆墓，然后大墓和小墓全在一起。这个像这种157号墓，就这其实是一个中字形，是一个中字形的墓，就是这是在周王纪的范围里面，大墓、小墓、中墓都在一个墓地，这等于是没有再分那种公墓，这个公墓区和帮墓区是混在一块儿的。但是呢，它还在一个墓地里面有各自的区域，这有中字形的。我们可以再往下看，就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我们看看这些墓有有规格墓，也有十字形的，这种4条墓道的，也有这个甲字形的单墓道的，我们可以做这种比较。而到了陕西，这个也是西周时期的成城刘家洼墓地，以及梁代村的瑞国墓地。梁代村瑞国墓地是西周晚期的，春秋早期的。看看这是有中字形的，有甲字形的，而在刘家墓地，这都是中字形的，这个规格，这个从某种程度，这个代表了当时的墓主人的身份。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墓葬形制就能看出来，当时这种社会，它也是都是严格遵循这种礼制的。还有我们可以看看，在边疆地区，刚才是周人的核心区域，在边疆地区，像宁夏彭阳、姚河源、西周墓地，我们刚才一开始给大家看到那个西周时期的地图，它的最西北上的边疆就是在宁夏这一带，这个里面也能看到这种大的规格很高的墓葬，同时还有湖北这个随州叶家川的，也有这种高规格墓葬。那个看到这儿，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叶家川的墓葬怎么感觉和其他的不一样？是东西向的，而我们前面看到的周人的那些墓葬都是南北向的。西周时期纪姓高等级贵族墓葬都是南北向的，这在全国无一例外。无论是走到北京的房山琉璃河，还是走到哪里，唯一例外就是这个在湖北随州叶家川，这个叶家山这个墓它是东西向的，这个中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现在大家还在探究，但是呢，我们大量的考古资料，周人都是南北向的还有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这也是这个大规模虢国，这是正儿八经的周人纪姓，这西周晚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在山西绛县彭国墓地，山西绛彭国墓地，大家看在整个墓地里面，这个箭头应该是指到这儿，这是两座墓葬，这两座墓葬是这个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然后呢，这个右手底下这是在这个墓里面所出土的黄围，
这个黄维当时是3000年的奇观，很了不得。我们这个今天不是这个讲黄维的主讲，所以我们给大家这儿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半天给大家唠叨了半天，讲到这种墓葬形制，讲到中字形、甲字形十字形，大家可能没有个直观，说到底怎么是个中字形，怎么是甲字形？我在这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整个西周时期到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中字形墓葬的这么一种墓葬形制。上面是平面图，中间是墓室，这中间是墓室。然后呢，通常是南北我这儿是因为图的问题，因为这个地方问题，我画成东西向了。那么通常一个墓道是台阶状的，那么另一个墓道是斜坡状的，剖面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是墓室，这么一个墓葬营造，再加上它里面的其实它营造是有需要的一定过程的。我用这个图来显示，在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看，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最上角我们的最上角这个呢，这是先是这营造时候先是在平面的地上先挖这么一个墓，这又有平面图又有剖面图给它结合起来。然后接下来呢，在整个墓底铺一层石头。接下来在墓底铺一层石头，就是这个上面第2个。然后呢，第3步，在这个墓底的石头上砌3道石梁。然后呢，接下来到这一步呢，在这个石梁之间用木炭把它填满。填木炭，砌石梁填木炭干啥？是上面是要放椁石的，底下要防潮的。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个就是放上椁了，椁是在现场搭建的。在椁石做好之后，放上椁之后，在椁石的周边两边是要挤上这个在椁石的4角，再用石头把它挤住，因为椁石通常比较大，需要用石头把它挤住加固。然后呢，加固之后，然后在椁石之间，这个石头之间又填上木炭。然后呢，这个在椁石里面放棺，放随葬品，放完之后加了棺盖，加了椁盖。椁石盖加上之后，上面又放上木炭，也是防潮，最后再填土，这么一座墓就完成了。所以这么一座墓的营造过程，也是很复杂的，也是我们大家平时看资料上所看到的这种周代这种积石积炭的墓葬。这种石头没有防盗功能，它就是一种加固椁石的。有的地方讲说是防盗，那怎么会防盗呢？这防不了盗。木炭是防潮的，那如果更直观，这就是我们更直观的看到一座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一座大的墓葬，这个中字形的墓葬，这个从空中拍这个图，这个图是从飞机上往下拍的当时这张图是我拍的，在直升机上拍。那么这个南北墓道，再加中间这个墓室，再加底下这个石梁如果我们放大的往近看，就是这个样子。那个就是它的里面的石梁。然后呢，整个这边呢是发掘时期在墓道上面的大量的祭祀坑，是墓道上面的大量祭祀坑。这个祭祀坑里面是有人的有这个，我记得在这个阳神墓几百座祭祀坑里面有马、牛、羊，还有10多个人，用人来做祭祀。这是晋侯墓地93号墓，它这个整个这个墓葬的积石积炭情况。上面那个线图有木炭，然后到底下这个看到的，这就是中间这个方框，中间这个底下这个图里面这个空间就是椁石。
国史呢，因为原来木板的全朽烂了，朽烂之后呢，在这儿当然看不见了，是看不见了。那么我们由此来看，在整个国史里面这些随葬品的情况，这是这个几位晋侯夫人她的棺椁里面的情况。这呢，通常规格是一国两棺，就一个国史，两个棺，棺是双重的，有内棺，就分内棺和外棺。这个在西周时期，一个诸侯级的贵族，他的标配基本规格是一国两棺。我们看这个很清楚，尤其是右面那个，外面是大的国史，中间是两个棺。通常青铜器就放在棺椁之间，放在哪头都行，啊，有南头有北头，一般是放在头这一端的。当然也有放在脚那一端的，你比如8号墓，这个我们下面看8号墓放在脚那一端的。而且青铜器里面分礼器、乐器、兵器这些，分放不同的位置。而在棺内通常是玉器，我们下面会讲到，通常是大量的玉器，放玉器的贴身啊。然后呢，在这个棺椁上有很多装饰。我们前面看到那个将相衡水那个黄帷，那就是一种装饰。而在棺椁上有很多还有这个铜铃啊，有铜鱼儿或者是玉圭啊等等用来装饰。这个呢是8号墓和31号墓，这是两口子，西周晚期晋献侯跟他夫人的墓葬啊。这种墓葬呢，这个晋献侯还有点基石，那么那个图画的简单了，其实这个外面是国史，这个外面是国史，里面呢是棺，应该是两棺。然后呢，在它的南端，青铜器是放在南端，可惜这个墓底下大家看到底下那个形状是倒坑，这是倒坑，在这儿倒坑。那这边是他夫人的墓，这是比较规矩，啊，也是一国两棺，然后呢，在他的青铜器放在棺椁之间。那说起刚才荒围，我们在山西绛县衡水发掘的这组墓葬的荒围是非常漂亮，这是距今3000年，当时能立体存下来，丝织品。它原来是麻织的，这个荒围就相当于棺罩，原来罩在棺上的棺罩，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可能刚刚下葬不久，大量的墓里面进水，然后淤土把它逐渐给淤起来，淤起来之后它一直没倒，这个麻都已经朽了，没有了，但是呢，因为在土里面，它只剩下痕迹，当年麻上这种颜色，包括绣的大凤鸟，都留在土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只是痕迹，甚至那个针脚，甚至上面的针脚线都看得清清楚楚。很大，一个鸟的高度就将近1米，那么两个鸟高度就2米，可见当时棺有多高。现存的荒围能现存1.8米来。1.8米，而且我们从那个后面能看到它后面有青铜器，有陶器，把它给顶起来，还有那种垂下去这种跟窗帘垂下去那种凹凸的感觉，这个是非常漂亮啊。那整个晋侯墓地还有是最后一位晋侯102、93这对夫妇墓啊，这对夫妇墓刚才我们前面看到93，就是在底下有它的整个基石积碳的情况。那么上面照片就是还能看出来，中间发红的那是它的棺的位置。然后呢，两边这是有石头，这是国外面的石头。大家还能看到这个编钟，青铜编钟、青铜鼎都还在放着。这是他夫人的，这夫人的也是一国两棺，也看得比较清楚。
那这个在这个时期到西周晚期啊，官上还有国史经常会装饰，装饰呢就是装饰一些铜铃，一些铜鱼儿，还有这个一些这个玉的或者石的这种小玉阁，它垂挂在这个墓上。那么这样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有，你比如在陕西梁代村瑞国墓地发现的，看到很多装饰，这上面的装饰很多了啊，甚至还有这种山字形的，有这种山字形的，就是铜扇，就一种仪仗，就是我们大家有时候看那个电视电影，就是过去的皇帝后面一定有两个宫女，一人举着一个跟扇子一样，两个扇子在交叉，那个叫扇。那个在西周时期就有，而且呢，在下葬死了之后也一块下葬墓里面，就跟那个就是最右手那个带尖的那个，就那个样子，那底下又带着长杆。这个下葬之后放在墓里面，所以我们能看到在整个这个一圈这个落下的铜鱼儿啊，这个都是可见它原来都是绳子垂挂的，就跟平时就挂在这个国事上面，那么除过这些呢，这个我们再看看这个整个晋侯墓地、晋侯及夫人他随葬品和这种器用制度。我们先看看他的车马坑，在刚才在前面的整个图里面，每一组晋侯跟他夫人的墓葬都有一座大的车马坑陪葬。而在其他的西周时期，无论是陕西、河南、河北的诸侯墓地，也都有车马坑陪葬。可见，在整个西周时期啊，一直到东周，用车马坑陪葬是一种规格，是一种规制，而且车马坑的大小、里面车的多少，这都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在晋侯墓地，我们发掘了1号车马坑，这个车马坑就是这样，这个里面有48辆车，车坑和马坑分开，车坑里面有48辆车，马坑里面有105匹马，就可见当时这位晋侯啊，在生前的武功也了得。这位晋侯也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晋侯苏中上面记载的跟着周天子在山东作战的那位晋侯，所以这位晋侯在生前应该是武功了得，所以在他死之后，他随葬的车马坑也规模很厉害，尤其在里面还有这种带青铜甲片的装甲车，还有这种礼仪车、彩绘礼仪车，这个可见在当时这种规格很高的啊。这儿给大家更直观的看一看整个在西周时期这种车的基本的形状，大家看这种车的基本的形状，那个这是在不同地方发掘出来的，而且尤其在右下角那个还有一个带青铜甲片那个，和刚才在晋侯墓地看到的一样，只不过是右下角这个是淮阳河南淮阳满种2号车马坑的4号车，它是青铜甲片，是战国时期的。而这个晋侯墓地所见到的这种带青铜甲片，这个一下把这个使用提高到西周时期。那个这能看到这个过去西周时期，这个图是一个贵族啊出行的时候他的标配，那个贵族驾着他的香车宝马，这个的样子，而这个车上的各个名称青铜器都有它的名称。那在晋侯墓地除过这车马坑，在具体到每个墓葬里面又有随葬的成组的陶器，即使是在西周时期贵如晋国国君，仍然也使用陶器，因为那个社会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而且呢，在每位晋侯的墓里面都能，都能见到。那这个使用青铜器呢，可能青铜礼器的组合呢，在那个时候是我们来辨识各位晋侯
它的级别，它的社会地位更有利的材料。这个我们身上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的东西，这个呢是列了个表，这个表上呢是记载了在整个晋侯墓地发掘的整个晋侯墓地9组19座晋侯跟那夫人墓葬里面所出土的青铜器的种类以及数量。这种类包括这种鼎、簋、朴絮、栗、三足瓮、鱼、豆腐等等，还有这个爵、家、制等等，还有青铜器，而且呢出土数量没有标注数量的是这组晋侯墓被盗了，但是整个晋侯墓地我们后来通过测算，没有考古发掘出土的以及被盗的估算呢，整个晋侯墓地9组19座晋侯跟他夫人墓葬，在200多年时间里面，随葬青铜器、礼器的数量在407到480件之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那我们都知道，在整个西周时期，周代呢，这个有鼎制有这个青铜鼎制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天子使用9鼎，诸侯使用这个7鼎到5鼎，然后呢，大夫、卿大夫使用5鼎到3鼎，然后士使用1鼎，而且不同的鼎里面放不同的食品，鼎和簋还形成一种规制，还有形成规制。那我们通过比较能看出来，在西周时期，大概从晋侯墓地来看呢，大概从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形成鼎制，西周晚期直到西周晚期，晋侯使用的鼎的数量是5鼎，他的夫人李沙一等使用的青铜鼎是3鼎，就是这个夫人比老公要低一级。那么可以想象，当时晋国的卿大夫最高的，就是除过晋侯以外最高的卿大夫，就相当于宰相这一级，他使用的只能和晋侯夫人的规格一样，使用的是3鼎。那上面这个呢，就是晋献侯墓葬里面出土的一套5鼎，这是一套5鼎。这个列鼎就是大小这个有次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形制、花纹甚至铭文都一样，尺寸是依次递减。这是一套列鼎，当然里面放的东西不一样。而在底下，大家可以数一数，这是7件鼎，形制也一样，花纹形制都一样，只是这种尺寸依次递减。这是7鼎，底下这个是谁使用的？是晋国到春秋晚期晋国的中军帅，也就相当于丞相所使用的。我们可以想象，刚才提到了，在西周晚期晋侯才使用5鼎，晋国的中军帅使用3鼎，而到了春秋晚期，晋国的中军帅都已经使用7鼎了。这也正是孔子所感叹的礼崩乐坏。那么那个周天子在使用9鼎那么在这儿春秋晚期晋国的中军帅都已经使用7鼎了，所以呢，孔子那时候感叹这个礼崩乐坏。孔子正好与这个墓主人，就是这个晋国中军帅赵简子是同时代的人，所以感叹礼崩乐坏。那么下面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各组大致浏览各组墓葬所使用的青铜器的情况。第一个，这是113、114，也就是晋侯谢父墓葬使用的青铜器的情况。这前面都看过了然后呢，还有这些青铜的方鼎，不同的青铜簋，然后呢，青铜爵，青铜这个甲，青铜制等等。这是他夫人，这个著名的朱尊也是出自于他夫人的墓里面，尤其是在这儿还有一个双耳罐。这个双耳罐、铜罐，这样形制的东西，以往是在河西走廊这一带，甘肃天水的河西走廊这一带经常发现的陶器。
而在这用了铜器，而且在晋侯墓里面可以想象，这位晋侯夫人她可能与那边有关系。那么它还有这种陪葬墓，我们大致看看陪葬墓所使用的东西，规格就低了。这时候呢，青铜器还没有形成鼎制，这个鼎的，无论是鼎的数量还是鼎的样子呢，都比较乱。在西周的早期时候，都还比较乱。这是这个晋侯谢父的，儿子，他的晋武侯的墓里面，以及晋武侯跟他夫人的墓葬里面出土的青铜器，大家大致浏览一下就行，知道他这个当时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往下，这组墓葬是被盗空了，这组墓葬被6号、7号墓这组墓被盗空了，这是他的陪葬墓里面所出土的东西。然后呢，这是被推测为早死的太子夫妇墓，这里面出土的也就是有2鼎1簋，还有这个有3个鼎，这个有不同的，但这时代早，也是西周中期偏早。然后呢，再往下，这组墓葬也是被盗空了。这件是在别的墓里面出土的，但是知道它是晋厉侯的墓。然后呢，再往下，这组墓葬晋荆侯喜父的墓呢，他的墓葬规格挺大，里面没有盗，所以出土的青铜器，这个大致鼎的数量基本上就是能，鼎质逐渐显现，但是呢，这个鼎的没那么规整，没有那么规整，他的这个墓葬里面没那么规整，这是他的陪葬墓里面的东西。然后到接下来这个1、2号这组墓葬，这是晋喜侯墓葬，可惜也是被盗空了。这是在上海博物馆从别的地方买回来的，这组墓葬被盗卖到香港、日本，后来买回来的东西，这是在这儿。然后呢，这组墓葬，这个8号、31号这组墓葬呢，这是晋献侯的墓葬，所以能推测是晋献侯，是因为他墓里面出土的青铜器上有铭文，我们能推测出来。那他的墓里面是标准的一套五鼎，到西周晚期是标准的一套五鼎。尽管这个上面我们给展示的这5件鼎上面都有铭文，这有2件是公安局破案追缴回来的，也还有2件是在国外卖到国外的，只有1件最小那一件是盗的时候盗得太匆忙，在角落里面盗掘者太紧张没看见，给我们留下了这一件，而这上面正好有晋侯的名字，晋侯苏。所以我们知道后来陆续这些面世以后拼起来就这一套5件鼎，这是晋国在这时候的规格。那他的夫人就使用的是3鼎了，他夫人就使用的是这个3鼎的墓葬。这个晋献侯墓里面所出土这套兔子，还有这些青铜簋，上面都有铭文，都是很有名的。他夫人使用3鼎。那么这组墓葬也没有盗，就是晋侯邦父，上面有铭文。这个邦父里面出土了一套编钟，这个编钟呢是上面有铭文，是楚公逆做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楚地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楚国西周时期楚公自个儿给自个儿做的东西，但是楚公逆的东西在山西却发现了，在晋国的晋侯墓里面发现了，这应该是楚公逆送给晋国的。可见当时这个晋国在整个，因为他是根红苗正，晋国的始封者是唐叔虞，那在这个当时诸侯国里面，那拽着来。所以应该是各个其他周边的这些诸侯都想跟他拉呱套近乎。我觉得这件东西有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来的。然后呢，这是在这个晋侯邦父里面所出土的鼎，这时候5鼎就已经是标配了。他的夫人墓里面的东西就简单了，而且在这时候出现了这个冥器，这冥器就是专门给死人做的那冥器。那到这晋侯墓的最后一组墓葬是93号和102这组墓葬。这组墓葬呢，
它出土的也是五鼎，但是这5个鼎呢大小是一样。这是到目前为止晋侯墓地这个出土鼎是最漂亮的，它是5鼎6簋的配置，就是5件鼎配6簋的配置。所以这很多研究者就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西周时期，簋到底是配4还是配6，而且到底哪种规格高，这是在93号墓里面所见到的。同时，这个我们看到右下角那块呢，那是冥器，一堆冥器。到西周晚期，铜器做的有点差。我们都知道，整个西周的青铜器，这个从西周早期开始做的还可以。原来那批商人工匠帮周人做的还可以，到西周中期、晚期，周人的铜器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和这个在各个诸侯国以及在关中地区见到的都一样，啊，直到了春秋时期，这个中国青铜器才出现第2个高峰，而在这之前呢，西周晚期这就跌入低谷了，做得非常差。那这是他夫人墓葬里面的，所以呢，整个晋侯墓地它是一个具有标杆作用的这么一个，它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都具有这种标杆作用。对我们整个研究整个西周时期一些东西啊，尤其用鼎制度都很有用。同时呢，我们再看看整个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在这个9组19的晋侯墓有8座半被盗了，还有1多半留着。我们通过考古发掘，而且由于正规的发掘，可以使我们有效的复原来它在墓里面所摆放的位置，从而进一步证明以前是如何使用的。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整个晋侯墓地的玉器啊，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部分，4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主要是用于吉礼用玉及朝堂政治生活用玉。第2个层面呢是礼仪用玉与日常装饰用玉。第3个层面呢就是丧葬用玉。第4个层面就是日常观赏与把玩用玉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些都有哪些。大家在文献中经常会看到的6器与6瑞，我们在晋侯墓地好多都能看到。这个6器6瑞是春秋到战国时期，这个当时的人对以前几千年用玉的中国用玉的总结，最后浓缩精华成6器。一理玉做6器，一理天地四方，以苍璧理天，清规理地，是吧？这黄从理地，这等于是里面有璧、从、规、章、虎、黄，是当时的人对以前用玉的这个总结啊。当然不一定当时都是这个当时用的那有的就当时已经不用了。那么通过对整个晋侯墓地这个玉器的考古发掘，它的好多位置就能正确的能看到，在整个墓地不同的位置，玉器摆放是有一定的规格的。它在土里面，就在填土里面，在棺盖上，在椁盖上，在内棺。那么即使在棺里面，在人体的周围，头上的、脸上的、手里握的、嘴里含的、身上盖的，包括脚底下蹬的，这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也都符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个西周时期周人用玉的几个层面，一切都是在我们从这中间也能看出周人这种用玉的理智。先看看这个第一个层面，主要是这种大玉阁、大玉璧，这个通常出现在棺里面，在墓主人的身上或者墓主人的背底下放着。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通常这种大玉璧和大玉阁在一起组合放在一起，就当时是不是有意识的组合放在一起，还是说是正好在一起？我们有好几例，至少有好几例看到的都是这种玉阁玉璧在一起，而且有的玉阁上这个纹饰也很漂亮。玉璧是整个玉器里面礼天的规格最高的，这种大玉阁就是玉圭，
玉圭是人用来玉器里面规格最高的，大玉圭通常是周天子使用，的，所以呢，这个自然里面礼自然里面玉璧和人用的里面规格最高的结合在一起，这应该是一种最高的这种礼制用玉了，也是一种最高的礼制用玉的体现了。这里面有的玉璧也是很漂亮，我们可以看看像这种这个纹饰都是漂亮极了。这是晋后墓地出土一件，上面的纹饰非常漂亮，两条龙，整个这个占据一个面，这个玉璧也很大，直径也很大。另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就是有这种丙形器，不同规格的，就是不同规格丙形器，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这个呢也能给它算到礼制用玉里面。尽管对这种丙形器到现在为止，它的名字以及它的具体功能是干什么，这个还在研究当中。但是呢，至少我们能知道，这个给它放到这个礼制用玉里面还是应该对的。然后呢，这个日常礼仪用玉和佩玉里面见到的大量是这种以黄为主的组佩。佩挂在脖子上，垂在胸前的，这个不仅仅是晋后墓地，在其他地方也见到。你比如在右面见到这一组，这是在周原地区，这个见到西周时期这种黄为主组佩。那么右面这一组可能发掘的比较早，对里面好多关系没搞清楚，可能把有些不应该在这上面穿的给穿起来了。这个最标准的就是这种。就左手这是最标准的西周时期周人的以黄为主的组佩，这是最标准。我们下面还会看到这个更高级的，这是国公墓地出土的。你看这个国公墓地出土这一组，这是正好就在这个人的胸前放着这个玉环、料器、料珠玛瑙、红玛瑙，甚至还有玉珠然后呢整个给穿起来。这个呢是见到的，到目前为止见到的这个西周时期最大的一组组佩，这个在山西博物院，这个是禁止195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那么这一组呢，我们看看这个黄的穿坠，可能还是有些问题，所以我们进一步考虑这一组可能生前不是一组，可能好几组给打乱之后重新穿的，因为它是长2米。那2米那不可能佩戴，有可能把好几组原来的像右面那种的，然后呢给它拆解之后，然后呢再穿成这个样子放在棺里面。这是我们在阳神墓地见到的一组组佩，就这个组佩，这是其中一个黄，我们能看出来上面那个纹饰，龙纹、人纹而且这个那种镂空。这个对于好多研究玉器来说是非常好的资料。中间那部分是玉的本色，这边呢就是发黄的呢，这是玉上面在地底下几千年上面所形成的这种一层包浆沁。那么还有这种的，就是女士专用的出土在肩部的这种组佩。这也是这个我们通常管它叫 T 字形佩，这也是在这个日常礼仪佩戴。然后呢，在第3个层面就丧葬用玉，大量的是这种玉符面，还有玉窝，因为古人相信玉可以使人不朽。那个周人他们的用玉观念就是君子必得于玉，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而且相信玉可以使人不朽，所以在死后大量的用玉来随葬，盖在脸上，握在手上，蹬在脚底下，含在嘴里面，这个相信这个玉可以使人不朽。当然后来这个进一步发展到了汉代，就形成这种非常浓的丧葬文化。汉代的玉衣不是凭空来的，是周人一步发展到汉代的时候觉得不过瘾，干脆用玉来整个一个样子把人装进去，这个汉代那种玉衣
这个也是豫文化发展的结果。然后呢，还有很多这种日常观赏把玩的陈设用语，周人还有很多这个日常陈设用语，这是多了。这个有前期留下的，就是有商代的，有当时他们有的，当然这个里面有寓意这种富贵吉祥等等，这是这种思想活动层面了，有的我们就不好说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通过苏李西周时期晋侯墓地的墓葬形制，它的规模、墓葬形制、棺椁制度、陪葬车马坑、陪葬墓以及它的随葬品，随葬品里面的青铜器、玉器，通过这些东西啊，来把西周时期这种从一个小的方面反映周礼作为礼的载体。这么一部分，把它给简单的梳理了一下，给大家希望给大家能有收获。好，我的讲座该结束了。吉老师以亲身考古经历、学术探索，以晋侯墓地考古成果为引，带领我们深入感受周代礼仪、典章文明的繁盛。再次感谢吉老师。第6期南博讲坛将再次带领大家回到江南，用考古发现来重新观察那波谲云诡的吴越争霸时代。今天我们依旧是有3个提问。